昨天晚上发个动态介绍各种颜色的袜子，小伙伴问为什么惊叹3没出镜，有一位小伙伴评论说是不是没有合适的色儿，然后底下有一位小伙伴说特逗，说这有没有可能不是博哥的脚？我说肯定不是，你们看就是在这栋楼这儿拍的，因为这儿这个颜色还挺好的，看是不是在这儿？我当时就这么站在这儿，咬了我好几个，不好，蚊子太厉害了。今天约了来玩的朋友，第一次见高手，一会儿大阪城跑步啊！哦，小伙伴们看，2017年、18年的时候就想这件衣服，哈哈哈哈，太棒了，太棒了啊！从上海来对吗？啊，对，上海来。哦，咱们跑团的明杰，上海的严信哥，新加坡的 Richard， 你们好，我在大阪和我们大家的偶像或者哪里榜样，黑影，我们在一起跑步呢。应该是您是我的偶像，太棒了。没有，我们两个几乎同龄，差1-2个月的样子。那我们慢慢跑起来。好，哥。哎，大家伙早喽！7月11号星期五，一周又过去了，马上又是忙碌的一周。今天轻松跑，明天早晨是合练，一起跑配速跑。今天先得给高驰澄清一下，是我的错。昨天我特别自信的跟高驰的朋友聊，我说这个公里报时四舍五入一大堆，说了一大堆。过了一会儿呢，人家来一截图，说这是我们的，就是他们手表的界面设计。我一看，哎，怎么跟我平常印象不一样呢？因为他那个公里报时在他那截图上特别清楚的有那个小数点，就是比方说4分55秒68。但是我就跟他开玩笑，也不叫看这事实情况，从可能2021年还是2022年，我忘了，反正从配速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看见过。哎呀，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管是做产品，你看刚才这一公里5分31秒17，就不管是做产品，还是做宣传、做宣发，还是像我做自媒体，就是这样。可能你想表达出来的东西，真正被人看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屏幕也够大也够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就导致我老觉得这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一看我能看到的话，或者注意力在那儿的话，比方那天的那个情况，4分55秒，可能是4分55秒80，然后耳机里报4分56，就能理解。但是呢，从我这一个小细节呢，能看出来不同的厂商可能思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只能90%的确认，就是昨天我试了一下佳明，但是我没有太仔细啊。昨天试佳明的时候看，哎，它是有小数点的，因为我是仔细看的，就跟平常那一瞥不一样。然后看的时候，我一听耳机里的语音播报，佳明是永远都舍，好像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那公里是然后4分50多秒8几，就是他没有往前进一位，就是语音播报。从我个人来看，我其实我还是可能更建议舍，因为像我正常像我现在这么轻松跑，如果不为了测试，我是不看的。跑强度的时候会看，强度是会看的时候，可能强度大，或者说看的不是那么仔细的时候，你不会去在脑子里运算那个四舍五入了，就有时候第一直觉就是手表上显示的那个数，就是第一直觉是都舍掉的。比方我有时候跑着跟大家报上，比方上1公里3分45，我手表上看的就是3分45点几我就看不见了。而这时候如果耳机里也是3分45，就我觉得更符合直觉。但是高驰的这个算法是各处它都统一了，
哎，它都是四舍五入。然后佳明那边是只有在语音播报的时候不四舍五入，这是目前我的就记忆啊，我回头再仔细看一看。另外，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无论是冬天特别冷，还是夏天特别热，还是春秋特别舒适，各种吧，就整个训练的整体逻辑，我不能说我说的是完全对的，我只是说我的自己在用的方法和总结的经验经历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到夏天是不是要根据心率去降配速，有小伙伴说到冬天太冷跑不动，是不是要根据体感调整配速目标。其实这些说的都没错，但是其实我觉得最终你看的是体感。就像那天我们那6公里，就上这个周3那6公里阈值，虽然我没有全力以赴，因为伤刚刚好，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是你这个季节跑的这个6公里和春秋的时候跑6公里比，你的体感呢稍微的累一些，但是有限。就说白了就是你体感都差不多，你觉得你用的劲儿也差不多，就跟昨天说那个掉速那事儿似的就可以。那这个时候你不可能每个人这个心率和配速都是等比放大或者缩小的，绝对不可能。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说如果你看，哎，为什么我跑了一个训练，跑了一个比赛，心率跟配速对应的运动强度的区间不一样，你怎么办？是看训练还是看配速？这都不重要，就看你的感觉。你要非问我呢，就是配速重要，因为你看我见过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最后都是说，哎，我有一个训练的目标，比方说我想5公里进20，我想10公里进50，我想半马破3，这些都是一个时间的目标。没有人说我想150的心率跑完全马，对吧？讲道理吧。所以目标按照配速来，强度按照体感来，心率呢是一个过后再看的这么一个指标，就跟你的步频步幅一样，它就是个指标。我说这些前提都是您的目标是为了一个马拉松成绩，是要训练的，是要认真训练的，并且您不是小朋友，不是老年人，身体健康。在这个情况下，心率就是一个指标。就不要说，就我遇见过很多人一见面就说，哎呀，今天好累啊，心率都160了。你看我很少这么考虑问题，我考虑的就是有今天感觉使不上劲，或者今天感觉使劲了怎么不快呀，就是这样。我也不会通过心率再去反推，因为心率这事儿你也不受你主观意识控制，对不对？它都是你身体各种东西的一个客观反应，但是心率的反应没有你体感和跑步能力反应的直接，就是你跑得动就是跑得动，今天能跑得快就是能跑得快，就是这样。那跑间歇的时候到夏天也一样，就是你看，如果你让我跑几个1公里跑间歇这堂课，那肯定是没有秋冬快的，我估计3分20都有不了。但是体感到了，就体感精疲力尽了，跟秋冬是一样的，甚至比秋冬还要累一些，那就够了，对吧？有人说你说的不对，说你看人专业运动员1年4季都这么练，配速要求一样啊。对呀，首先人家是就像我昨天说的那个掉速似的，就是能力越强的人受环境的影响越小。这就像我们去参加场地赛，那天我5公里5000米又 PB 了，对吧？16分52。但是其他那些人的成绩都比上一次他们跑5000米几乎都是更差一些的。那就是说明在5000米这个距离上，我这个能力
气温对我的影响没有我想象那么大。虽然那天挺拼的，最后比第一次春天的时候去参加那个5000米要累得多，但是我还是能拼出那成绩，这是能力的体现。这是第一。第二是专业运动员那个训练条件，比方说你看现在你在云南或者在亚高原地区，不能说完全四季如春吧，但是也不至于30多度和80多的湿度，对不对？这些是主观和客观条件造成的，你不是对标那些人，对标的就是，就像我总说，我这个频道存在的价值就是，我算是个业余小精英，现在我敢这么说，然后我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回事，就不用在心里想说，是不是大神们不这样，是不是我跟人家不一样，就不要这样想这个问题了。你看到我也一样，我到夏天也特别累。那今天要见的小伙伴是国内的黑马议员，说是咱们频道的观众朋友介绍，我特别开心，因为差不多2017年的时候，好像是2017年底，就是 Nike 黑马台北马拉松那个纪录片，我老提起那部，让我特别感动。后来就看黑马，那个时候肯定是成不了黑马的。那个时候马拉松4个小时，我记得2018年吉普乔格来中国那活动，来北京有一见面会，我是少有的个人被选上的。那时候我还不是自媒体呢，我就写了个小作文就被选上了。人家都是那种跑团，人家好管理嘛。那活动弄得特神秘，他没透露地方。我们是在西四的某一个路口集合，但是我们跑步一直跑到了，就是那是哪儿呢？就是以前那个北大红楼那块里边有一院子，见到了他。那一路因为是 Nike 的活动，就有这个黑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就跟人聊，我说我想成为黑马的话得什么标准呢？人家说怎么着得 BQ 吧。我一听，哎呦，没戏。因为那时候 BQ 305呢，我当时我那成绩，那时候 BQ 还比现在慢，好像慢10分钟呢，还是5分钟。我说怎么可能呢？因为那时候刚在柏林跑了345，累得要死要活的，所以生活很魔幻。你慢慢就会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只要不胡思乱想，只要静下心来，只要面对每天的训练就好了。有的时候如果光把，就我总说那句话，就是如果总做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的话，那永远不会有变化，时间嗖就过去了。有时候就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真的太快了。不过就是只争朝夕的前提下放平心态，就让时间这么流。只要就像我前2天进入夏训跟大家分享的似的，夏天是很艰难，但是每天训练完以后不后悔，或者不经常后悔，那你就放任时间走吧，一切东西都是随着时间的前进慢慢进步，慢慢变好的。7月11号星期五清晨7点18了，训练结束，一个半程马拉松，平均配速5分16，心率137。像这天这么跑一个半程马拉松挺累，这已经是第4瓶水了。第1瓶是我从家冲的一个电解质粉，就跟往常一样，喝到剩少半瓶就兑水，少半瓶就兑水，然后兑了3次，差不多就等于是3整瓶了。然后最后这个是刚才在便利店买了一个凉的柠檬的碳酸水，无糖的。其实特快就到家了，但是就是想喝凉的，而回家也是喝冰箱里的凉的。所以你说这天气怎么训练算高效呢？就是你的整体的感觉累的程度和春秋差不多，然后稍微的再累一点，那就算高效了。你不可能有春秋的那个状态。刚才和国内来的黑马的朋友聊，我们第一次见面，特别有缘分，就等于就是同龄人。
然后成绩也差不多，然后行业也差不多，所以聊得很投机。那行吧，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吗？明天下午还是直播间啊，那咱们下回再见。